这我和皇帝并无交集，甚至骂过他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大炎皇帝在哪儿？我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皇帝，你信吗？那你也没什么用。这圣女什么毛病？一言不合就动手！去！圣女饶命！王成什么都不会说，现在就写信给我爹，让他想办法修更多的圣女庙，和圣女多供奉香火。记好你的身份，再敢多嘴，本圣女会让整个楼府化为灰烬。是。孙长老，河阳府城这边疑似出现了大炎皇帝身边的飞羽卫。知道了，也请圣女继续勤加修炼，早日踏入筑基期。玄天宗找了皇帝许久，这情报里已是为宗门立功了，想来可以换点灵丹妙药助我修行。终有一日，我也会入这玄天宗群星之位，必须尽快提升修为。那乔匹夫被仙人烈焰点燃之后，他成为了一道匹夫之香。火光之中，他悠然嘶声大喊：“我这匹夫之香，仙人可受得起！”好，这乔匹夫果然是人间豪侠客，舒服。一边喝茶一边听别人夸我，这感觉真让人上头啊！但是被烧死实在是太疼了，还是2次啊，尸骨无存。第2次被烧死，评价直接只有 C 了，亏死！虽然我想死，但是我绝不能死得这么不值。武清心，下次见面就该我送你上路。不过这次复活，这副皮囊反倒更年轻了，看来是长生拳有驻颜之效，哈，这一波不亏。但细细想来，武清心畏惧武圣人，却能赶堂而皇之拜入仙门，大概率是那个武圣人有什么谋划把武清心安插进了仙门，而他想借机摆脱武圣人的掌控。所以，这武圣灵犀诀到底有什么蹊跷？不感应不知道，这河阳府城竟然藏着这么多武集会的人。武清心传来消息，说大炎帝出现在了河阳府城。按照约定，半个月后永和帝便会扮作普通香客来到青灵山主峰，跪拜玄天宗众仙人像。可他这1个月来东躲西藏，连我也联系不上，难不成是想连阵毁约？他今日倒是敢让飞鱼卫出手救一个强闯玄天观的凡俗武夫，真当是自己权衡利弊，才让大炎从众仙门手中苟延至今吗？9大仙门高居云端之上，40年前就杀尽了大炎的精锐，要改朝换代不过是挥挥手的功夫。我等修仙要的是人间包括香火愿力在内的一切资源，当个人间帝王有何用？不过是一群猴子之中的猴王罢了。我们该是驱使猴王的存在。无所谓，反正半月后他不跪也得跪。届时玄天宗便是大炎天子首个叩拜的仙门，何应大兴居9大仙门之首。吃不便节外生枝，偶尔也得给皇帝放松放松，也好展现我们仙门的大度。既然是武清心用离火烧死了人，那自然用他给皇帝一个面子。师叔的意思是立武清心为圣女，最初只是想以其为饵，将武圣人挫骨扬灰。可惜这么多年，武圣人也没上钩。既然如此，留他何用？陛下，微臣查到乔匹夫以及他口中的乔家，与当初被武圣人灭门的河阳乔家并无关联。除此之外，燕城内也有乔家的故事流传。乔家父子皆义士，有古之刃侠遗风，以死得其所作为家训。祖传功法是天魔解体，
这家真不怕断子绝孙吗？这臣就不得而知了。陛下，有鄙人来了。玄天宗赤阳见过大燕皇帝。玄天宗的仙长到这儿，可有事？朕拖着去清明的时间，一路微服私访，怎么会突然暴露？我自然是来催促皇帝你启程的。对了，昨日有个凡俗武夫强闯玄天关，我听闻皇帝同您身边这位飞鱼卫似乎是做了点什么呀？我昨日救人用的是普通的飞刀，并无飞鱼卫的特征。不对，武清心是武圣人的弟子，他认出了我投掷飞刀的手法，是飞鱼卫专有的飞星手。大意了，可朕现在也找不到第二条路逃过这扣白。仙长莫见怪，昨天玄天宗决定除去武清心的圣女身份，并将其逐出河阳府城。怎么回事？玄天宗的修士比其他仙门更好说话，居然还讲是非对错。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既然此事已了，你也应该立刻启程。半个月后，我们清明山再见。阁下跟了我一路，何必藏着？出来见见吧。放心，我绝无恶意。在下乔中，听闻您是河阳消息最灵通的说书人，特来向您打听点消息。乔中，你也是乔家的人？哈哈，我确是乔家人。你是？我叫江城，当初在雁城时被城主郭岩之子当街羞辱，多亏你家乔大侠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是你啊！你不说，我还真没认出来。自那以后，我就一直宣传像乔家这样的侠义之士，鼓舞更多的人去反抗腐朽的朝廷和虚伪的仙人。你这样不怕得罪官府和仙家吗？无妨。刚才你追我的时候，想必看出来了，我的身份不一般。没错，我其实是听潮楼的人。武圣人屠灭整个旧武林时，听潮楼活了下来。我们的楼主便是江湖大名鼎鼎的白晓生，他广布耳目，收集江湖各路信息。武林上流传的兵器谱、英雄榜什么的，都是我们楼主弄出来的。就是搞情报的呀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唉，都怪最近楼里有些无聊的家伙，搞了什么江湖美女排行榜、年度烂裤裆盘点、江南青楼指南什么的，害得听潮楼威名受损，所以你才没听说过。刚才那些，说详细点儿。哈，原来你感兴趣的是这些吗？我主要负责传播江湖真相，那些另类排行榜，我确实知道的不多。不过最近武集会的新选使在招揽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，而他们这次的追杀目标就是当年背叛武圣人、加入玄天宗的圣女武清心。谢了兄弟，改日请你喝茶。难怪河阳府突然来了这么多武集会的人，原来都是冲武清心来的。如果我能混入这次的猎杀行动，很可能获得长生拳下半部，甚至打入武集会内部。这武清心的一血必须由我拿下。奇怪，居然只来这么点人，就这还想对付武清心？传传送人头啊！小兄弟，看样子你似乎不是武集会的人，与我一样，是为了练神功法而来。大哥怎么称呼？找我有事吗？小兄弟叫我老胡就行，反正尊使还没来，找个人聊两句。看你年纪轻轻，就已经是4品武者，可是有什么上乘的内家功法？实不相瞒，我练的功是从武集会得到的一门上乘功法，虽说只有半本，但当真不错。另外，我还有半本独门秘籍，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啊。好啊，不过只有半本，那以后还得多跟武集会打交道嘞。
又是半胆，看来很多秘籍的下半部都在武集会手中。武者想要更进一步，就得为他们做事。版本也很好了，以往上乘功法都被武林大派攥在手里，资质稍差的都接触不到核心功法。现在多好，做任务就能拿到，而且本本上乘武学够很多人苦练一辈子了。话说，我们在这儿坐了半个时辰了，关键的星选使人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出发狩猎武清心？不会是怕了吧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怎可对尊使不敬？尊使对付武清心，自然有万全的安排，岂容你这小子智慧？武清心不仅是仙门圣女，还是武圣人的弟子，善使一招离火符，昨日便烧死了一个高品武者。那人是近来江湖上盛传的乔家人。乔家是什么背景？骂了皇帝都能毫发无损呐！哦，这么厉害吗？诸位要是怕了，可以回去。反正武圣人只传功给功劳最大的人，少一个对手，立功的机会反而更大。哼。铁本山，很好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铁臂神拳。应功不应过问别人了。拳技连绵不绝，这拳师的实力不俗，不过最多也就跟我4、6个，打败他不是什么难事。倒是那边那个家伙，全身透着强者的气息，其他人肯定也察觉到了，所以没人敢对他动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作个死。明明能一击毙命，却故意留手，所以你有意引导我们出手，只是想试试我们的实力。我说的对吗，星选使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里不止一个人练了武圣灵犀诀，你混在其中不易察觉，但仔细辨别就能发现，你散发出的气息远超我们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身上带有武集会星选使的令牌。刚才那一枪是为了挑开我的外袍子，我竟然丝毫未发觉。小兄弟好身手，敢问姓名？在下乔中，暂时还是用这个马甲吧。乔，最近盛传的那位英雄是你的？没错，那位被烧死的正是在下的同胞哥哥。原来如此，小兄弟是为兄长报仇的。这次的行动难度不低，实力不济的武者只会白白送命，冒昧试探，还请各位见谅。好在各位皆答4品，定能杀死叛徒武清心，获得丰厚奖赏。敦师客气了，我等定然全力以赴。很好，我在客栈备了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速速出发。话说武清心现在何处？他似乎不在城里。放心，勾魂手徐成和其他几个4品武者已先行一役，找到了武清心的位置。我知道他是成名多年的高手，擅长应对，打法以命搏命，称得上4品中第1梯队的强者。是徐成，用木桩穿过，活活烧死那个女妖，果然残忍至极。武清心故意减缓燃烧速度，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燃烧时的惨状，以此威慑。乔兄弟，为何如此有经验？被烧死2次，能没有经验？有新的感应了，这山林深处有一处村落，武清心就在那里。追！走！
道无视，天眼四九，人遁其一。吴清心，你虽然因犯错被逐出宗门，失去圣女的身份，但任何磨难都是考验。只要你能赶回青名山玄天总部，仍可成为我玄天宗的弟子。明知我出了玄天关就会被武极会追杀，还收走了我的法器，还让我赶到青名山。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让我活着回去。圣女娘娘，你是圣女娘娘吗？听娘亲说，你是救了我们所有人，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仙人。这小孩，楼知府是把周边的难民送到圣女村里，来给我提供香火院里了。灵姨，你看，圣女娘娘从画里跑出来了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圣女娘娘显灵，请恕孩童冒犯，快回去找你娘，大晚上的别乱跑。灵姨再见。那小孩是你带进村的？都是别地受了灾的难民，看他们饿得可怜，就都带回来了。后来城里的知府陆陆续续送来银钱和人，这村子也就这么安定下来了。这么些年未见，圣女一切可安好？多谢母亲关心。圣女说笑了，民妇怎会有此福分，和神仙做母女？民妇是有双儿女，但在多年前便死了。当年虎圣人为抢秘籍，灭天下宗门，来到我林家。母亲为了保家中老小平安，将武道资质出众的我送给武圣人做交换，可最终还是没能保下林家。武圣人收养我，也只是为了让我做他的武道养料。怎会如此啊？当时明明答应了我。武圣人连人间王法都不放在眼中，又哪管一个人死活？我入仙门修行，也不过是想摆脱他的控制。如今宗门也弃我于不顾，但我不怪母亲，从来都不怪。10年前你建立圣女村助我修炼，可我想尽办法，还是未能突破。如今我被武极会追杀，自身难保，来此是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圣女不过是清源福薄的一根野草罢了，以后的日子还请母亲保重。圣女在上，民妇斗胆，想请圣女赐福。这鬼村子阴森森的，咱们直接闯进去吗？不急，先商量下对策。等等，有人来了。是吴清心叫来的帮手。村民而已，别慌。叔叔，你们都是来找圣女的吗？是啊，小朋友，能带我们去找她吗？不行，坏人！散开！站着别动！有两下子啊，老胡，你这一刀下去，尸骨离火都没了，饶着我呗。不过是把沾了火的表皮给去了。先不说了，那妖女肯定感应到了我们，提前设了埋伏。居然利用孩子，无耻至极！这些村民已经教义入脑，无药可救。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九九圣火，焚我残躯！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是尸骨离火，先退！我
万不可让火沾到。该死，这妖女居然耍这种手段！连蚀骨离火都能劈砍，老胡怎么做到的？庖丁解牛刀法，这老胡是刀道魁首的后人。刀道魁首？轩辕战争前后，武圣人在白晓生的武林英雄口中排名第10，而当时的英雄谷第10便是一个姓胡的刀客。哦，比当年的武圣人还厉害。那今后可要找老胡好好讨教了。诸位，这里有我顶住，妖女一定就藏身在附近。嘿，交给你们了。熊熊圣火，焚我残躯，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。星儿。父亲死了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有这么多艳丽？为什么不早点死？这么多艳丽，一定能助我正经。老胡说的没错，他果然在这里。妖女，你的死期到了，这头功我拿定了。找死！妖女厉害，分3路功。哎！分身术，我这是到了木叶村。不好，这怕是邪火符纸所变。罪人们已被点燃，当入炼狱，灼烧万世。尘世苦浊，大言朝纲疲鄙不堪，覆城覆水苛重，唯我圣女村赐予可怜之人以新生，为世间真桃源。是圣女，圣女显灵了！感谢圣女引渡我儿早登极乐，感谢圣女！现世之火灼尽尘世罪恶。熊熊之火焚我残躯，引渡我等早登极乐，引渡我等早登极乐，引渡我等早登极乐。很好，再多来点，很快我就能突破咒阶了。他们有何胆量，敢凑到我面前找死？妖女，送死！我早登极乐。烈火焚身还有勇气与武清心一搏，倒是个刚烈的家伙。又是你！你们早该被我烧死了才对。为什么你没死？为什么你就是不死？我死可以，你不能活！捞！愚蠢的愤怒，愚蠢的战斗，妄想用肉身对抗圣女，被烧成灰，就是我获胜。
活不到那时候。小女受死！我终究，我原先到，杀了我，你们以为就能活吗？蚀骨离火不死不灭，这里无人不知。杀你，是你多行不义。我不义，一群练了武圣灵犀诀的蠢货，你们早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们也不想想，为什么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互相有感应？为什么所有武者都能练？因为他本就是武圣人，为了方便追杀高品武者，专门创造的秘法呀。仙人战争之后40年，武圣人奔走九州，搜集了3000天资卓绝的武德天才，他们成了武圣人的弟子，有的甚至成了养子和养女。武圣人教给他们最好的功夫，最高深的武技，当然也包括这武圣灵犀诀。然而修炼了武圣灵犀诀的人，最终都将成为武圣人的资粮。武圣人将他们杀死，并夺走他们一生修为。武圣人的3000弟子，你们猜有多少还活着？哪怕是躲到天涯海角，武圣人也会顺着直觉的指引，将所有人一一杀死。天大地大，从江湖到庙宇，从世俗到仙门，已经没有你我的活命。我在听，多说点。还不懂吗？我们都是武圣人武道上的垫脚石，今日的我就是明日的你。放了我，我有机遇能化解此难，让我们不再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下。死就死呗，是杀死我的，只会让我更强大。圣女死了？这不可能！圣女不是死了，是飞升！圣女飞升了！今天开始，我不只是圣女村，更是仙女村了！说什么离火难灭，我看不及人心万一。诸位，你们还好吗？差点没撑过去，还好伤了武清心，离火减弱了很多。可老胡重伤，失了气力，帮不了我们。诸位试着运功，看能否多撑一会儿，再想办法灭掉这火。你们加油！我这已经2条腿迈进棺材，就等结算。这次干掉个圣女，评分应该稳了。乔老弟，这次杀武清心，你可立了大功，能让我老胡欣赏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尤其你最后没受武清心蛊惑，看淡生死的豪情，更令人钦佩。过奖了，老胡。要不是你，我们连村民那关都过不去。啊，对了，你答应教我刀法的，没忘记吧？你放心，等回城立刻去。啊，老胡！是尸骨离火，武清心没死。区区武夫也妄图杀我，只用最基础的仙法屏蔽了生机，任何顶尖的武者都无法察觉。即便受了致命伤，也只需靠符咒便能完全恢复。这就是仙法，武学永远无法超越它。你们这些武者，害死在我们仙人脚下，就连武圣人也一样。哎，清心，我将你玄天宗修行20余年，又给了你这么多时间表演，本想着你能拿出点像样的本事，结果就这，换身行头就认不出了。这离火仅一息之间便被轻易覆灭了。他的气息比武清心强100倍不止。
错不了，他就是武圣人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为什么我能打破无声灵犀诀的双向感应铁律？为什么你无法提前感知到我？你不配知道！我真傻，他20年前做不到，不代表他现在做不到啊！他比当初还要强。对不起，义父，我只是太惊讶您的修为了。我将你取名为清心，也是希望你心境清明，而你偏偏心境差点火候。武道炼神仙道筑基，你是一个都没做到，是怕破境之后也死在我手上，道心彻底崩塌吗？义父，女儿不敢，女儿不敢。也罢，既然你这么想我给你个机会，打败我，证明你有活下去的资格。这么多年，我费尽心思的躲着他，抱着恐惧苟延残喘，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。不听话又无能的孩子，可是要被杀掉的。他是认真的，如果我不能赢，就一定会死。武清心要殊死一搏，正好可以好好看看这武圣人的实力。居然直接上，这要跟武圣人拼武技。我逃了。不可能赢的，我会死，我会死的！回仙门，磕头认错，哪怕受尽折辱，只要能保命，怎样都行。好强！这是武者能做到的吗？当年看你天赋不错，对你还有点希望，如今连逃跑速度都如此平庸，当初留你一命真是一个错误。好在这个错误可以纠正。义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活下去啊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一定要死？我只是想活着。仙门将我当弃子，而你将我当养料。你知道一辈子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滋味吗？我有一天会跟我一样不得好死。我的恐怕真要落得和武清心一样的下场。你怕了？天下武者皆想以武发仙，天下人也皆知，能做到这件事的唯有武圣人。武集会的宗旨是以极致的武力屠尽仙人，方开世太平。可武圣人战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屠尽当时的武林世家。强者挥刀向更强者，而弱者才会挥刀向更弱者。杀不了仙人，先杀自己人。喂，乔兄弟，你干什么？哼，你这样的人，真能开万世之太平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。对抗仙人至今，牺牲的是成百上千的武学世家，是你的3000弟子，10万袍泽。既然都可以牺牲，那你武圣人为什么不死？有趣，实在是有趣。你这小子比武清心要有趣多了。
上来，领死！下来，让我领死！自己找把趁手的家伙。我等你。他没有运气，只是靠肉身便挡住了。既然如此，只能拼死一搏了。天魔解体！军用枪术，穿过筋肉强劲之人，再加上天魔解体，的确是以力打力的好法子。但是，天魔解体这种伤敌1000自损1万的功法，除了葬送你的武道之路，没有任何价值。厉害，不愧是武道魁首，极品的刷分对象啊！匹夫休狂，我会的可不止一个天魔解体。乔家满门用长生拳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你一人？乔兄弟，唉，可惜了。世人只知我武圣人为名，却不知道武圣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武圣人的。前半生，我武道一路高歌猛进，官道也一路亨通，直到仙人战争战败，我抛关弃绝，潜仙武道，创下武圣灵犀诀，并寻到天下前10的至强者们，教了他们完整的武圣灵犀诀，彼此约定10年之后再决战。最终的胜者将比其余强者的武道于一身，以武成圣。当年的天下前10，人人皆可成为武圣人，只是我活到了最后而已。弱肉强食，便是这世上最大的道理。这便是我的武道。而你是弱者，太弱了，连让我吸纳的资格都没有。垂死者断臂！近一点了，6成出力。这小子为了找机会反击，居然自断一臂。传闻乔家秘法波纹叠浪劲，一次出拳只在6、7分力，同时劲力爆发的极短时间内发出第2重劲，2重劲力叠加，便如浪涛一般重重叠高，迸发出10成以上的破坏力。乔兄弟，加油啊！打垮武圣人！有意思，你比我想的还有意思。是之前吃掉武清星的招式，乔兄弟危险！瞧不起谁啊？现在想吃了我？乔中是乔家最弱的一个，家中尚有诸多长辈高人隐世祖老，世代追求杀身成仁，与你这个吃人的武圣人是绝配。武圣人，我请问你有担尽我？既然你那么着急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乔兄弟，你们也一样，继续恐惧我、憎恨我，去变强。有朝一日，再次站在我的面前，杀死我，是你们唯一的生机。不杀我，我不是不杀，是
是还不到时候。等我们这些果实成熟，他就会来摘取。我不会让你得逞，我要把你今天的事传告天下。那便传遍天下吧。我恭候一切挑战。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我这副残躯已经菠萝大，一定是怕我家人寻仇。哈哈哈哈哈！堂堂武圣人居然胆小如鼠！想死不想死是你的事，让不让你死是我的事。我懂了，你是想看我以残废之躯苟活于世，生不如死。你真是恶毒！怎么，这就躺平了？滚啊！要么痛痛快快补一刀！你不是想要炼神功法吗？只要你帮我办成一件事，我就给你最顶尖的。刚才打生打死，现在要我为你做事？别着急拒绝。你看，哈哈，仙人不过是一人罢了。皇帝这一拜意味着什么？天子之行，民效仿之，全民拜仙，迷信之风乱行，长此以往，便再也直不起脊梁。之前郑屠户的密信里提到过刺杀一事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你既有死志，何不在死前干一番大事？刺杀当今大炎皇帝，直面玄天宗一人。此事若成，我自会给你最顶尖的功法。等你功法达成，你可以再次来挑战我。你若死了，你家人来找我寻仇，来多少我也一并接着。最顶尖的功法，我也可以交给他们。我刺杀皇帝的大计又行了，一举两得，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好啊，杀了皇帝，再拿你的功。他就是当年的天下第10本尊，我当年赢了他，而后借了他的身份。怪不得你能存那么多年。看来尾巴都甩掉了，齐正。若有一日我死了，绝不会是为你武圣人而死。呵呵，误伤其类嘛。你也可以试着杀我。算了，你志不在此。他们来了几个？4个筑基期。玄天宗的确是以武清心为饵，因你现身。物尽其用。为了在皇帝拜仙之前最后一搏罢了。这人刚刚与仙人交过手，而且这人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。眼瞎了一只，一身骨血几乎全废，还断了一臂。不用看了，都这样肯定没得救。无妨。不是兄弟，干嘛？不是，你当我是乐高吗？哇！真的恢复了，这医术比起王素和恐怕更胜一筹，我的克星又多了一个。齐正，他就交给你了，治好他，早点上路。你们的目标已经在路上了。接下来要说的故事源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侠客。话说几日前，那武圣人与仙门圣女武清心野外肉搏，在月下打得激情似火。那武圣人俯视着仙门圣女，表情一如既往的冷傲狂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他的语气也如那千年不化的极北冰山。你再敢离开我的身边试试，哪怕是仙门都保不住你。清心，你的弱点就是心境不够清明，让为夫康康
你的心境有多少长进吧？最后硬生生将那圣女炸成了人干，真是出者邪魔，居然干出了这种事儿！那可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弟子，养了这么多年，就被他这么平朝阁越发不入流，武圣人的事也敢胡说！武清心是我们武道叛徒，武圣人分明是为了收拾叛徒、打败仙人，才吸收了他的内劲，此乃大义，是为了武道做贡献。呸！你个歪屁股！咱不知道多少人被武技会骗着练那邪门的功法，原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但现在江湖上都传开了，30年前武圣人吃了10大高手，最近20-30年武圣人又吃了3000弟子。那么现在呢？以后呢？若他进无可进，你猜他会不会吃了你？你这是在无中生有。但这不是没有可能。放屁！武圣人是武夫的最后希望，若他能剐了仙人，老子让他吸又如何？吸收内劲的功法。小钟，你的伤势如何了？多亏了武先生，我现在完全恢复了。先生这手法当真是活死人肉白骨。齐正大人出手，想来定然无恙了。他冠武姓，也是武圣人那3000弟子之一。这几天和他接触下来，他都没怎么说话。这位是武圣人门下7贤之一。3000人吃的只剩100人，这武圣人所为与武清心的圣女邪教有什么差别？武清心2巴掌，他更是降龙18掌。那武先生的绝技是医术吗？我的伤势居然3天就好去了，这医术比王颂和可离谱多了。医术也是，血肉百变方才入门，你自然感觉不出来。你知道血肉百变？哦对，这本就是武圣人起草的功法。真正的血肉百变是上3品的炼神武夫才能使用的奇术，你手里的不过是基础片。那我能有幸获得真正的血肉百变吗？皇帝在虎城的消息属实吗？喂，话别说一半呢。莫明志传来的消息，他是上任星玄使，应该错不了。且虎城离清明山最近，永和帝由赤阳道人护送，已落脚虎城，不奇怪。皇帝跟个泥鳅似的，这次消息要是不对，咱们怕是得直接打上清明山了。你倒是有趣，刺杀9死1生，你却当成美差。若是一去不回，便更美了。如此新鲜，难怪武圣人不杀了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兄弟，有事我断后，你只管跑。武圣灵虚诀吸纳了炼神武夫的神，你很有潜质，将来定能踏上炼神之道。武圣人把你牵扯进这件事，是想把你培养成将来的武道种子，或者武道资粮。你只有活，才算是过了他的考验。活？我啊，这听起来难度有点太高了吧？我死了不算，功法寄给我乔家人也一样，我没意见。努力活下去吧。这么大的门派也是武技会的，怎么也没个人啊？会不会是陷阱？无人迎接，确实奇怪。血腥味，出事了！进去看看，武圣人应该也在赶来的路上。若真是仙门陷阱，反过来将玄天宗的修仙者擒获，逼问情报，也不失为计策。这话应该我说吧？你个神医怎么比我莽？这……来了，等你们好久了。为何要反抗？我比你强，你反抗也是死路一条。不如束手就擒，让我好好洗纳功力，彼此留个体面。哼，不愧是武技会的老人，这扯淡的歪理和武圣人如出一辙。他内劲比我强出5-6成，但只要天魔解体，就足以压制他。天魔解……不对，我还不能死，下次再解体吧。用轻功以速度拉开距离，不错的主意。可惜现在的莫明志不是这种讲道理的人。成了，胸骨碎裂，只要我再周旋下去，胜算便在我这边。没反应。注意到了，莫明志现在神志不清，每一次出手都是有攻无防，他是冲着杀了你去的。有攻无防，这打法有点眼熟啊！要是以前这么干脆的敌人我求之不得，但现在我得活，束手束脚打得真憋屈。如果你还有别的底牌，我劝你尽早拿出来。
到此为止啊！我干嘛要想那么多？要打就打个痛快！天魔解体！老朽要死，也希望能死在武圣人的手下，由他来吸纳老朽这一身功力与气血。当然，这功力若是吴奇正大人想要，也可拿去。他是被我打清醒了。你气血充沛，虽然重伤，但不致死，没到交代遗言的程度。而且比起遗言，不如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。昨日，我在虎城无意间撞见了玄天宗的赤阳道人。赤阳是护送皇帝的人，因而我便仔细追踪。随后不久，赤阳便出现在了明月宗。赤阳为了不暴露皇帝的行踪，来灭口。非也，我试探过，他似乎并不担心皇帝的行踪被我们查到。他来此是为了探查一件事。探查什么？难道是武圣人吸血？这吸收内劲的功法也不怎么样，吃的再多也不过是凡俗武夫。明月玄天之武，尔等也配担明月之名？非也，非也！我现在只是区区一线人，不谎报情报，怎么能将武圣人吸引过来？我本来也老了，倒不如舍了这垂老身躯，请武圣人先杀我，将来再去杀那异人。我等也愿为杀一人而死，我等也愿为杀一人而死。他们都是因一人而家破人亡的武者，心性都还过关。我也传授了他们武圣灵犀诀，再加上如今重归四品的我，有资格成为武圣人的食粮了吧？不可理喻，为何要为武圣人而死？我等并不是为武圣人而死，而是想为天下武道魁首而死。如今的民众已经忘记了当初的屈辱，各大道观开进了河阳府城这样的大城，民众逢年过节使你们个头！不知小儿你懂？别对我说话，你嘴臭。人不自救，天难佑。哼，扯了张救世的大旗，也兜不住你们的自我感动。既然说是为了天下百姓，百姓中不包括你的弟子吗？他在被你吸干时发出的哭声，你可曾听到？不，这都是为了武道。武圣人，这就是你们的遗言。自觉无力对抗，在万年聚会之后，便将希望寄托在所谓武道魁首的身上。一群懦夫，想成为我的垫脚石，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既然明月宗消息是假，那我们继续去寻找有关地下落。不必了，你身上的外伤不妨事，倒是天魔解体大法造成的经脉内伤有些麻烦。我的血肉进入你的身体之后，可以帮你省去身体消化吸收的过程，直接修补你的身体内部。3天时间足够修复你的经脉损伤了，不影响你参与刺杀皇帝计划。3天？你们知道皇帝具体的参拜时间？下个月初1，黄道吉日，宜烧香拜神。行动在即，这本功法给你。哇，血肉百变，是你之前说的全篇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是武圣人的意思？算是我的意思。什么叫算啊？你别话又说一半啊！乔装，包括你在内的那几名乔家人，都是重道以轻生死的好汉，但还希望你能多顾及一下自己的性命。武圣人向来刚愎自用，只信他自己。为何不拜？不拜？为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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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拜？请陛下拜神！以联手之名让朕来南州，实则要让天下人皆知朕跪于他们面前。可朕又有何法破局？或许
全心投靠清玄宗才是正道。陛下，这些相和不对劲。哎呦，什么情况呀？这是打起来了。青阳长老正在教训武金会的武夫。真的假的？我去看看。哎呦，别去！飞沙走石太凶险，前面的人都下来了。未到炼神，无法料敌先机。这剑阵之下，他必死无疑。一群莽夫，看清楚，这就是凡人与仙人的差距。站那么高，不冷吗？这不可能！你的生机明明已断，为何此刻生机更加逼人？大，陛下小心！虽然不知道刺杀行动的全盘计划，但计划的大概方向我也能猜得到。武圣人，你终于来了，放着你的小喽啰大闹一场，还是忍不住出手了。武圣人以武逆行伐仙，必然引起仙门震动，那时候便是刺客们将永和帝一举击杀的最佳时机。但这里是玄天宗的主场，修仙者的数量不会少，机会只在须臾之间。我刚刚充其量不过是替他探个路罢了。今日是永和帝拜神的日子，蛰伏40年的阴沟老鼠武圣人也现身了，可谓双喜临门。诸位师弟，随我诛杀武圣人！起！凡人武道魁首，你这数十年的确有所长进，只可惜逆术魔道，当诛。胆大包天，请师兄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除了这武圣人，或者……中了！炼神武夫在小范围的闪转腾挪上有章法，但终究是血肉之躯，一旦失误便是生死回命。不对，我的飞剑与我的身世失去了联系，为何我不是已经斩中了武圣人的身体吗？青阳师兄死了！什么邪魔歪道？这还是人吗？山滩上的青阳仙人就这么死了？这才是武道啊！凡俗武夫也可逆行伐仙吗？如果真的可以，那我这些年的隐忍，我的选择难道错了吗？各位同门，那座雕像的眼睛动了。陛下小心！是哪只老鼠在搞鬼？人间的武夫，你已铸下大错。是天行长老，天行长老出手了！一凡是仙，当受五雷轰顶之法。这是执法级别的修士出手了，武圣人能扛下吗？他想说什么？武圣人以下犯上，触犯上苍，遭受五雷轰顶，化为齑粉，形神俱灭。死得好！世上早没有什么武圣人了，死得好！主持人的邪魔早该遭受死得好！武圣人死了，这不可能！我加入武夫对抗异人的最大希望，就是有朝一日能看到异人死。可如今方阵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。对武夫而言，武圣人是上一代武道至强者们的集合体，是须臾之间照亮天空的酷烈太阳。烈日陨落，武道不在，胜者为仙，败者为魔。这回旋镖来得可太快了。愣着做什么？快随我诛杀这些以下犯上的凡俗武夫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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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人怎么能有种成这样？我等生来自有，谁敢高高在上？哼！你找死！今日纵死，要给尔等伪仙敲响丧钟。那本仙就成全你。永和帝，这是何意？玄天宗的众仙，在拜仙之前，可否先让我问几句话？长老未言，便是准许了。狗皇帝这时候出来做事？乔中，你似乎不是武圣人的部下，那你为何而来？都说了，是为了杀你而来，更是为胸中人王剑又是什么？这么厉害，甚至能影响仙法。太祖保佑，朕赌对了。大燕王朝太祖从马背上得天下，不仅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队，他自身也是当世第一武夫。太祖逝世后，他的佩剑变成了供奉在庙宇中的人王剑，与传国玉玺、九州鼎一般，成为了人族共主、王朝皇权的象征，承载着大燕的气运、国运。朕今日若是无法唤醒人王剑，那便是穷途末路，别无选择。但现在，朕要看看仙门对沾惹帝王气运这回事有多忌惮。这就是永科帝的依仗，倒是小瞧了他。那把剑本身只是凡物，只是多年9大仙门各居一州之地，建立道观庙宇，接受各州民众香火供奉。而大道宗则是宗门底蕴最为深厚、受最多香火的中州仙门。瞒天过海一则败露，那在中州的掌教和天无境定然也危险了。怪不得那小子能坏了掌教的仙人像。诸位道友，贫道也不说废话。徽宗掌教在中州做的事已经败露，几大仙门都已知晓此事。永和帝拜仙一事到此为止。我们掌教现在如何？此事作罢，你们掌教自然就安然回来了。你一开始就不打算办？身为国君不得下跪，只是不得不为之。人王剑的现世朕的确没有把握，这次是运气使然。人王剑被唤醒，或许和此人有关。老天爷，竟然能同时见到这么多位仙人！快掐掐我，看看是不是做梦！祝仙人们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！这个恶徒乔中胆敢冒犯仙人，仙人还留他一命，仙人真是大善。恶徒，该打！恶徒去死！恶徒去死！恶徒去死！9大仙门聚了2个，必然不会有好事。我等这种遵循古法修行的修士，可不兴卷入其中。乔木，刚才那人好看吗？那人受了伤，看不清，但是模样应是很俊的，好像和你一样姓乔，叫乔中吧？你可认得？你这眼睛并非是凡物，哪怕你也入仙道，睁眼对于你来说还是有负担的。这不，吴奇正。我早就说过，争就是你的致命弱点，所以你必然会有血肉百变，伪装成我的模样为我赴死。义父，我不明白，齐正的牺牲值得吗？
你为何不亲自入仙门，强杀了那永和帝？杀了这个永和帝，还会有下一个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以武圣人之死为武道争取时间，找出战胜一人的法子。以奇门鬼术行堂堂正道，一来能借此窥探一下玄天宗长老的实力，那么牺牲就是有价值的；二来武圣灵犀诀目前处于瓶颈，尚需时间继续推演。只需蛰伏，又何必假死？那些参与刺杀的武集会成员都……这片武林不需要什么武圣人。我等了40年，这片武林虽然炼金武者的数量远超以往，但并没有诞生堪堪与我比肩的武夫。王颂和，见了旧时不给杯茶吗？你果然没死，茶水是给客人的，不请自来，算什么为客之道？当年我弃官练武，你王仙和也弃官投身仙道。40年过去，我是真武圣，你是假城主，你的道在哪儿？你这样可得长生？我要长生何用？我只修术法不修仙，仙道强我就修仙，武道强我就练武，所求不过是盛世太平，民富国强。你武道天赋平平，仙道你又不会捧臭脚，终此一生也不过如此了。那确实比不上你手染鲜血，不变小半个武林后，假借刺杀皇帝，实则假死偷生。世间能比我拳头硬的，也就你这副铁齿铜牙。什么东西？你的拳头。只要我的死能让你最终得利，就是堂堂正道。我早说过了，即使我死了，也绝不是为你而死。哪怕你是我的生父。血肉百变推演到最后，可以分出血肉，伺机重生。虽然实力实不存疑，但也因此瞒过武圣灵犀诀直觉感应，推演完善的血肉百变，我已事先交给了乔中，希望他能意识到这门秘法的不凡。若是日后能成为乔中或者其他乔家人杀死武圣人的助力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嚯，武奇正这门功法真是妙用无穷啊！什么眼神？